中亚的5国呢，都是资源国。你今天光看他讲的第一个，乌兹别克10年内要向美国采购1000亿美元，可能必须要做一些以物易物或者是贸易交换，否则的话，这些资源国事实上是没有能力去买美国想要卖给他们的这些高阶的东西，譬如说要37架飞机啊，他要如何去处理？就是你想要他的资源，但是他没有东西跟你做贸易的交换，那么你要不要做融资的提供？过去其实美国是不向这些国家提供融资的，那现在美国如果向他们提供融资的时候，就要讨论这些融资的安全性。借钱的人都担心的是雨天收伞，对啊，伞收了那怎么办呢？接下来就一大堆债务了哈。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白宫接待了中亚5国的领袖啊，分别和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还有土库曼以及乌兹别克的领袖进行会晤。而川普呢，在他出 social 上面也宣布，他说乌兹别克计划在未来10年内对美国的关键领域要进行采购，而且要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涵盖关键矿物、汽车零组件以及航空业等等啊。哈萨克的总统则表示说，这次跟川普的会晤是美国与中亚互动新时代的开端。而乌兹别克总统呢，则是称川普为世界总统，并且提议在中亚要设立一个常设秘书处。美国和中亚其他国家的代表预计也会签署像一些关键矿物的合作协议。那其中的合作呢，包括了波音公司啊，要向哈萨克、塔吉克，还有包括乌兹别克的航空业者，合计出售多达37架的客机。那有一家呢叫做这个 Cove Capital 的美国公司啊，会在政府支持的融资在哈萨克啊来开采钨矿。好，现在看到都是呢，在中亚这边的战略感觉像是要找稀土资源的替代供应者啊。当然，这个也形同是这个长期就是在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主导下的这中亚呢，现在感觉上是要从这个地方来看看能不能挖一些墙角。在这个部分的机会跟风险，黄老师怎么看？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很吊诡的，就是说美国。各位如果记得，大概在10多年前吧，他把他的空军的势力深入了中亚，在中亚建立了第一个美军的空军基地。俄罗斯当时也没有能力阻止。现在稀土对俄罗斯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俄罗斯也没有办法阻止美国在中亚的深入。而且呢，我们看到美国他这一次是大规模，他不是默默的来，他是跟中亚5国来个高峰会啊，把这个事情对。所以，到底是不是俄罗斯对于中亚的实质影响力相对的衰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察点。另外，当然，我如果想的邪恶一点，这可能完全不符合现实啊。如果这中亚5国跟俄罗斯关系还不错，会不会他们是帮俄罗斯吸住美国的一些资金能力，然后最后呢，他们做不成，美国把钱啊能力就浪费在中亚了？这个是很邪恶的想法，但是反正政治上嘛。你怎么说有不可能的事？国际上兵不厌诈。对，好，那我要讲就是说，美国在这方面的它战略考量是什么？第一个，其实他在 G7 里面已经都讲过，他要用这个非市场工具，就是 non-market measures 或 tools， 对，去削弱中国大陆在稀土的战略地位。但是非市场工具其实很多种啊，包括你政府资金的补贴、政策的辅导啊，或者是你。赶快加大你的战略储存量啊，或者是你要跟有能力的或者有资源的那一方进行开采跟精炼的合作。反正任何不是靠这个市场自由贸易来的这些工具，我美国或 G7 要做的我就来做。那第二个呢，美国其实很明显就是他手伸进到中亚，他觉得不只是经济上我可以得到稀土。而且我在外交上，中亚各国，你看把我讲的像世界总统一样，再来第三个就是美国在战略安全的维护上多了一些底气去对抗中国大陆。对，那这是美国战略考量。但是中亚5国也不是笨蛋啊，他们当然想的，其实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想都这样：我跟美国合作，钱进来，技术进来。其实美国的技术好像这方面不太行，所以美国一定会找什么澳洲啊、其他的去帮助。这些中亚国家，所以他们就要美国的钱。美国进来之后，他们至少有资金。再来就是说，他们可不可以从美国得到更多的融资担保？
总之算来算去都是钱。另外一个各取所需。对，再就是我跟美国合作，有些国家觉得我面子挂得住啊。对，美国好歹世界1等1的强国，所以我国际地位或许借着跟美国合作，国际形象地位的提升。所以中亚5国想的大概就是钱跟形象的问题。现在就看中亚5国，甚至包括其他中亚的国家，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比如说，他需要的是高科技吗？还是说他需要的是最基本的那些基础建设啊？当然，这次在中亚5国跟川普的会议当中，当然也有人提到说，川普的打算还有另外一个跟他的中东这个战略的一些布局是有关的。还有就是刚刚特别提到说稀土替代的考量以外啊，倩姐您觉得啊，因为也有分析师认为说更高一层的战略是在看说要影响中方的一带一路，然后呢削弱中俄在中亚的实力哈。还有一个我们很有趣的来看一下，最近美国财长哈，他在这个南卡罗来纳州哈一座新建好的稀土矿产加工中心，他特别的是敲锣打鼓的说，哎，我们一起来庆贺啊！美国25年来制造的第一块稀土磁铁，从此我们不会再受到中国大陆的稀土给绑架了哈。这个当然大家一听就想说，是真的是这样子吧？哈，因为你这个提炼的技术到底赶不赶得上啊？倩姐一并来看。先讲一下这几个国家，因为他们这次都联袂的到了白宫嘛，跟以前上一次你们记得拜登要开美洲的会议的时候，大家都不去，所有的人都派别人去的情况有点不一样。那当然是因为现在对于这些国家来讲，不管你有钱没钱，你都在川普的关税大棒底下。所以有一个新的战场是还没结束的。那如果我们看他现在选的地方呢，当然他会是在亚洲、欧洲、非洲，因为整个一带一路亚欧非的这些大陆桥的连接中间呢是很核心的一块。同时在新的铁路线来讲呢，以前有北路跟南路，那事实上中路现在越来越明显。我们前段日子讲的中吉屋就是这个意思。那中吉屋呢，它不但是有货物，它也有石油天然气的意涵在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川普下棋的时候，他很明显的是说，哦，这些是属于资源国，有资源，你可能没有钱，但是你有资源的。有些呢是生产国，那生产国呢，你来赚我们美国的钱，我要给你更高的关税。那再剩下最上面呢，就是品牌国 G7 啊，跟他们美国一样。我每次说我用川普的眼光来看，就是我们美国一样的那些国家。那这些呢，我就是要叫你们来美国投资。它大致上有一些很清楚的大概念的分布。那么中亚的5国呢，都是资源国。你今天光看他讲的第一个啊，就是说乌兹别克10年内要向美国采购1000亿美元，他现在每年的 GDP 差不多1000亿，而且呢，要买的东西呢，要涵盖的是关键矿物、汽车零组件及航空业。我觉得他可能必须要在这些国家中间做一些以物易物或者是贸易交换，否则的话，这些资源国事实上是没有能力去买美国想要卖给他们的这些高阶的东西，譬如说要37架飞机啊，塔吉克跟乌兹别克他们要做的这些，那么他要如何去处理？他们这些国家，就是你想要他的资源，但是他没有东西跟你做贸易的交换，那么你要不要在另外一边呢？就是做融资的提供。对，所以他们谈的东西呢，有一项我觉得对这些国家可能是第一次，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过去其实美国是不向这些国家提供融资的。那现在美国如果向他们提供融资的时候，就要讨论这些融资的安全性。因为亚洲国家通通都碰过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原来就是美国在很大量的流动性到亚洲来的时候，它忽然之间收回美国，所以像泰国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当时我在线上投资的时候，那些国家它上个月还好好的，这个月它就因为原来借的便宜的美债发生了美元汇率的问题，而且美债的利息没有办法支付，使得它成为有很大的风险啊。所以如果这些国家会第一次获得由美国来的融资的话，对他们当然是个好处，但是他们也需要相对的有安全保障。对啊，因为这个借钱的人都担心的是融资方这个雨天收伞，对啊，伞收了那怎么办呢？接下来就一大堆债务了哈。那当然，这个稀土这边呢，中国大陆也有一番这个反制的方法哈，计划实施一套针对稀土出口的验证后最终用途的机制，而且呢，强调是未来只会出口给没有美国军方联系相关的公司啊。这个验证后最终用途机制呢，可以履行。之前我们看到在 APEC 峰会，中国大陆国家主席和
习近平啊和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他们两人会面的时候呢，兑现了承诺。因为呢，既能够兑现说便利稀土这些物料的出口承诺，又能够确保稀土的物料不会最后落入到美国军方相关的供应商手中啊。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最终用途的这个验证机制要怎么去查验呢？我先讲一下哈，什么叫最终用途？它其实英文我觉得不该这样翻译，它叫这个很清楚 ，validated end user，end user 是最终使用的人嘛，这叫国家嘛，就验证到底这些东西是给谁使用，我觉得这是重点。对，怎么查呢？我觉得这个查的机制，你要用科技来查了。之前呢，我们有讨论过一些事情，包括它当时有限制，当这个贸易战在打的时候哈。当这个一样的农产品被限制到美国的时候呢，那美国的农产品也被中国限制，结果你会发现，连那个袋子里面是美国出的袋子都被扫描到，说这是美国出产，或者豆子里面有所谓的美国什么东西也被晶片扫描到。我觉得它主要一定会去追踪嘛，就像追踪机制，你知道我们有人也会订晶片等等的这么重要的东西，这个科技不是我能够解释的，我只能说方法他们会有一套方法。给你谁用没有关系，因为他要允诺他当时开会跟川普讲的说我们要开放稀土，但是你要知道稀土从上到下，我们光讲17种元素，他刚开始不是先限制7种吗？最后再限制9种吗？他越来越那个，当然没有到全部，7加6 9已经16了，不是后来又丢出了2025年的62、63号公告吗？严管还有主审。那时候就已经走到了所谓的 validated 的这个 end user 的做法，只是有松散。各位刚才讲到川普，有人这个拍点马屁说川普世界总统，对不对？有人说他是皇帝，他本来就皇帝啊。从这某个角度，因为大部分国家都很小，大部分国家都有求于他嘛，就像刚刚讲买飞机都有求于他。我犹记得10月15号类似的在埃及开的以哈和平会议，那个乱离谱的。川普先讲，他口才真的好嘛，记忆也好，到8分之后，请，有一些话我不想讲，请后面那位小老弟来讲。巴基斯坦当时印巴战争的时候，中国还帮了他坚持，不是的 PD 这个15吗？好，这个重点来了，巴基斯坦一上来就一直称赞这个世界总统啊，他太棒了，应该得和平奖嘛。这些人在10月9号6天之前，跟他的参谋总长到了白宫，大家应该知道这件事嘛，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有没有木盒？这是金刚石，这是中国带来的稀土的重要矿物，技术我们有，美国高兴死了，这是数十亿的宝藏啊！请问你拿到那个又怎样？因为我还是一句话，刚才这个主任有讲到，全世界大家知道的储量1.2亿吨，对不对？中国4400万吨，37%。全世界产量尽量挖呀挖呀挖，中国6000万，美国也不过这个27万了，美国45.5万吨，6倍。我们最重要的是精致冶炼技术91%、92%，全世界都知道是中国控制在手里。从那个光线，它的高脚虾的那个技术到现在没有人能够突破的啊。还有人说什么日本深海发现了，跟澳洲签约了，那都没有用，缓不济急。挖了要多少成本，那个都是文宣，那都是认知战。我跟你讲啊，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只有对美国，就跟世界对美国求好，只有美国对中国可能求好，对，才有好的生存地基。安史之乱真正的是卡到了脖子哈。那先前呢，不管是中方也好，美方也好呢，这个话都非常的狠啊。美国要祭出100%的关税对中国大陆，那中方则是说呢，我就卡住你的稀土。但后来看到双方呢都各自画下了这个休止符。好，那这次呢，在 APEC 中美会谈被认为是最大成果之一的解禁稀土管制啊，现在又有了变数。怎么说呢？因为路透在7号最新的报道说，大陆方面呢已经着手设计新的稀土出口许可制度，目标是要加快审批流程，而且促进出口。但整个的放宽幅度啊，不如美方所预料或预期的这个全面性的解除限制。路透也引用了知情人士表示说呢，目前大陆方面正在设计新的许可制度，整体方案要几个月才能够定案。反观在欧洲这边啊，这个欧盟贸易专员叫做谢夫乔维奇，他表示说，欧盟已经跟中国大陆建立了稀土的特别沟通管道，确保欧盟产业所需要的关键稀土材料的供应是畅通无比的。双方也正在讨论设立通用许可证的机制。而大陆商务部发言人也表示呢，中方和各方都在加强沟通合作，会不断的优化许可的流程。不过还是那句话，要时间哈。那么北京方面现在还是紧握着稀土的关键牌啊。
对美方是采取拖字诀，对欧盟则是宽宏大量哈。当中的战略逻辑，周老师您怎么看？好，其实你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年中国大陆整体的战略呢，就是拉欧援美，那当然中国大陆跟美国因为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变成欧洲成为两方都要争取的一个对象。那欧洲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下呢，它面临这个高通膨，它面临原物料的这个短缺，它当然会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一方面它能够有更稳定的一个供货来源，二方面它也可以寻求中国大陆这一方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个配合跟合作，特别是在施压乌克兰问题上。你可以看到，在俄乌战争之后，欧洲的几个领袖，像马克宏或者像当时的这个德国总理都陆续访问中国大陆，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可以扮演杠杆的角色。现在就是中国大陆针对稀土这个问题，跟德国跟不止德国啦，就整个欧盟能够建立这个管道。重点还是在于第一个，欧洲在这一段时间，从中国大陆4月设定这个就是设置这个稀土的这个出口管制以来，欧洲有2000个申请案，只有过了一半，所以对欧洲来讲影响很大。特别是欧洲因为要发展它的军火工业，一方面援助乌克兰，二方面川普要求他们就是提高他们的军火供应，保护自己，所以这个就受到稀土的直接影响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也很迫切的需要在稀土这个问题上能够克服。那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如果欧盟跟美国站在一起，中国也会受到很大的压力不管是高科技的这些产品也好，或者是就市场的进入也好，所以当然它是能够拉欧援美，这个当然是符合它一贯的战略。那进一步来看，当然其实欧洲跟中国大陆还有一些其他未尽的谈判议程，比如像过去的电动车的倾销比如像说中国大陆在对欧洲的投资。这些部分其实也是中国大陆跟欧洲要寻求一个合作，或寻求化解这个歧见的地方，所以双方合作的潜力还是蛮高的。中国大陆当然也看重欧洲的这个潜能，对，就看怎么谈哦。刚刚特别提到大陆方面也特别提到说，我们会不断的去优化这个审批的程序流程。好，那说到这个关键的稀土材料呢，其实中新社有一个最新报道说，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院。这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有一个朱建喜研究员团队，他们首次观测到了稀土在乌毛蕨这种植物组织细胞之间会自我组装，形成一种叫做蓝毒居石的矿物。这个报道也指出说呢，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在天然植物中发现稀土元素的生物成矿现象。那么产生的这个蓝毒居石呢，是工业上重要的稀土矿石。相比天然毒居石，常常伴生着放射性的像铀土这些元素那么在这个乌毛蕨内所生长出的生物毒居石，它有优势，就是纯净而且是没有辐射。这个没有辐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我们常讲说稀土，刚刚特别提到提炼上面呢是会造成环境的污染，还有就是它有放射性所以这个会不会是未来稀土资源的一个新的路径？张老师。首先看到这个新闻跟看到这个论文发表，其实是觉得很酷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摆脱了，也许现在可能会被美国或被中国卡脖子，或被其他国家卡脖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窗户吧可是我们再换个角度想说，第一个啦，他的文章是指出他是从植物中发现。在这个蕨类里面会合成这样子的稀土的元素出来。那我们在想说，第一个，从这个植物里面会有多少量的稀土元素？再来就是说，它的合成的速度有多快？那在通常植物合成的东西，它的纯度很高，而且很相对单纯，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它只是为了做文章发表，那其实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在很多国家，老师为了升等、为了发表，它其实有它一定的 paper 压力。那再来是也因为最近是稀土战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会去找一个比较好发文章的题目来去做论述跟开发。那换句话想，我们把比较负面的讲完，我们现在讲比较可能的，也算是好处，就是第一个，如果今天我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植物，知道它里面会产生稀土，对，那我是不是可以用化学的方式去
合成它，我知道它的机理，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合成？那如果今天这个合成的方式建构出来之后，它可不可以大量的工业化？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方向。那过去其实在中国大陆有去养很多的油藻类，然后去在沙漠，他们说反正藻类只要二氧化碳跟太阳就可以活了，他们就在沙漠里面去不断的去养藻，然后去试着去榨油。因为之前在油被美国卡脖子的时候，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所以我觉得。虽然说目前看起来是刚开始，那实际未来怎么样不知道，但毕竟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路子。好，就这个论文的发表来看哈，我们进一步要问的是说，因为朱建喜研究团队啊是在国际期刊，就是《环境科学与技术》这个期刊上面发表他们的成果研究的论文呢。那从中国大陆的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他们先前所发布一份报告，叫做《2025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显示的是说，中国热点论文的数量其实非常的多啊，世界占比第一次过半，达到53.2%，在世界排名目前是暂时保持第一名。高度被引用的论文数量呢是世界第2。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呢，是指发表在经过遴选的，就是全球各学科代表性的科技期刊上面的论文。那这一类型的期刊呢，必须要同时符合像是影响因子和总是被引用次数都是在这个本学科摆在前10%的，意思说它有它的公信力跟权威性跟这个每年刊登的学术论文评述文章数是大于50篇，要符合2项标准，你才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具有国际性的一个学术期刊。所以左老师从研究论文发布跟研发实力之间，我们如果看这个关联性的话，怎么看中国大陆在研究论文的发表上面一些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事实？好，第一个我们先讲这个成果的这个部分，我们再来讲原因。成果的部分里头，我们看到就是说，不只是说我们今年刚刚出来的数字，说中国大陆的所谓的热点论文数量已经超过世界一半，那他在所谓的高引用，因为我们通常看一个期刊一个学者他的影响力是看他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嘛。这些高引用的，它指的是说在全世界前1%的这一些人。对，那这一些人的数量，中国大陆呢也是占了全世界39%。所以整体来说，大陆的这个学术生产量是非常惊人。非常非常惊人。那这个它反映的是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大陆有非常庞大的这个博士生产。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博士生产制造机那以前是德国美国，现在中国大陆。然后它一年有40多万的这个博士后，但同时呢，它又是所谓的非升即走，非常严格。那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呢，所以它的这种压力很大。那大家都拼命的生产，因此它的这个生产拼命发表论文，非常惊人。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就是说大陆其实从过去10年以来就可以看到非常显著，就是它的这个专利生产，它的整个就是说，不管是商标啦、专利啦、营业秘密这些部分，很早就是全世界第一了，就超过美国，这已经是一个中期的现象了。对。就是他很积极的向海外去申请这些专利啊，营业机密啦，或者是生产这个，或是商标啦，所以这个部分那是一个很长期、已经中期的现象，就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左老师研究政治嘛，社会科学，那这个姜老师是科技方面的话，那你怎么看说中国大陆的期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其实我觉得跟他们的所谓的研究体制有很大的关系。那其实他们研究包含老师、教授之间，其实也是高度的内卷化。那怎么样子知道这老师的绩效好不好？很快就是看量化指标。那量化指标最后看就是看你发了多少论文，或是你找了多少国际学者，或你找了多少台湾人去这个学校去服务。那很简单一句话就是说，怎么样子去让大家比较具体知道说他们到底内卷到什么程度？那台湾大家知道是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到教授，就可能是再来是特聘教授或讲座教授。那大陆其实是很麻烦的，因为台湾的话是要外审，那大陆的话就是学院内审完之后学校自审。那其实变成说，第一个你要很有关系，那再来的话就是你的文章得大家互杀，整个学院或者是其他全校的类似领域的老师互杀。那所以他们是从助理教授升上去到副教授、正教授，
3级教授、2级教授、1级教授这样子升上去。那你2级教授以上，每年都要到省里面去评。你如果不行的话，你会调回3级教授。那所以每个老师都有这样子的压力。那同时，他们的科研经费是怎么样？你研究课题组大，你才可以收学生。对。那台湾是每个老师都可以收硕士、博士，他们是有分硕士点跟博士点。那你钱越多，你课题组越大，他就会把其他不行的老师的空间给吃下来。所以像换句话说，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内卷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会真的是从中这个挑出佼佼者啊，这个厉害的 best of the best 哈。那《华尔街日报》最近也有一个报道哈，我要请教上志哥的，就是说有报道指出说，锂电池还有成熟制成晶片，还有医药原料药这3个大领域哈，同样也占着未来有可能会卡脖子的掌控地位。因为目前呢，全球前2大电池生产商都是大陆企业，包括我们知道的宁德时代、比亚迪。那就算呢，电池是在其他地区生产，核心元件也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哈。所以您觉得说中方会把这个管制项目，因为现在手上有非常多的牌，包括稀土也好啦，刚刚我们提到的安史之乱也好啦，现在哈，包括锂电池、成熟制成晶片，还有医药的原料药哈，接下来好多牌啊。现在锂电池对不起，稀土当然公认这是绝对的，对全世界都掐脖子，而且你赶不上。至于刚刚讲，后来在资本市场、华尔街都还讲你刚刚讲的3个哈，锂电池、成熟制成晶片跟医药，是不是可以卡脖子呢？是，但是都不能跟稀土比。首先我们倒过来看。医药原料其实在中国大陆来讲，要知道医疗市场、医药市场全世界，我们知道辉达、礼来这些都是你知道，但这些的药都他们开发的最赚钱。中国供应的原料基本上都包括止痛药、维他命、抗生素，都是基础性的，量很多。那因为都基础性的，所以事实上从中国包括订购的或者是走私的，最后去做毒品的就比较难控制。是，所以虽然它占的比重很高，可是它真的不是掐脖子的，不是产业上，而且你真的把人家控制到止痛药，美国国民都在哀痛，也会恨你中国吧，所以不太动了哈。成熟制晶片是这样子，中国大陆主要是真的够便宜，量又大，但是也不是绝对。我们看进入亚洲地区，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跟越南也都有好多，像包括联电转投资的做成熟晶片。这次像安旭这个晶片问题，台湾就立刻说，有转单效应。股市就涨了一波，也就是说，虽然没有办法全部被取代，只是因为中国太大了、太便宜。如果断供的时候呢，其他还是有人会做。所以我们现在看锂电池，那锂电池真的能掐脖子吗？原来我因为毕竟过去才帮李嘉诚先生做锂电池哈，我非常非常理解是这样子。过去可能是，但现在刚好在一个微妙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锂电池目前来讲，全世界就磷酸铁锂电池跟3元电池，依照不同的密度，有的是做电动车。哇，它必须电池密度高，有的是做储能，比如说放在沙漠当中，安全的考虑。所以其实锂电池还有很多的变化。可是呢，从2005年正式推出锂电池市场20年嘞，所以我们最近其实新闻中看到锂电池在转型。对，有人说馏电池，对吧？因为更便宜。有人说用其他的氯电池，乃至于说最近连中国，我们看中国最近也开始重新推氯。对，氢电池、氢动能的，包括电动车跟等等，包括高速铁路都要用氢来推动。所以这些，我觉得主要是现在锂电池来到了一个刚好应用材料科学的一个转换点，再找更便宜的，因为锂真的太贵了。而锂呢，锂电池中国最多、最顺手、最便宜，但无论锂矿或在精炼、提炼锂，其实中国并没有绝对的优势。所以现在量，我们刚刚讲，包括中国这边都是量又大又便宜又好，闭着眼睛跟他们买到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比较头疼。但不是像稀土这样。所以呢，我觉得锂电池也开始进入。所以未来如果有最近像包括韩国、日本都因为他们的电池能力很强，都说开始有新的馏电池，因为成本太低了，一旦开发出来的时候，可能刚好就是一个转换点。掐不了脖子了。讲到掐脖子、卡脖子啊，最近这个川普宣布说要降低这个减肥药价，都是卡住了美国药商的脖子啊，因为药厂代表当场昏倒。川习会，那么川普并没有参加 APEC， 而是把最宝贵的时间留给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说川习会落幕了，但是中美两强背后的角力才正要开始啊！现在斗而不破的1年当中，中美双方会如何各自的出招呢？纽约时报就直接说他们观察到的，他说这不是和平，而是被迫休战。而 CNN 更是直接报道，因为 CNN 是比较偏民主党的了，他们是直接说
中国赢了。好，另外呢，美国暂缓黑名单，扩大1年的出口管制。那中国呢，则是暂停了稀土出口管制1年。双方在表面上都是交换善意，但是实际上呢，却是美国被迫让出科技管控的底线，中国则是以静制动，出刀不见血的夺下了战略的优势。所以在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特别帮大家整理哈，美国前官员呢，有一位前官员就说呢，这个川普为了贸易胜利啊，卖掉了美国的国安底牌。美国这次可以看到是首次把国安科技纳入了谈判的交换筹码。还有呢，这是昨天特别跟大家来看到的，在川习会之后啊，根据大陆商务部公布的这个结果，特别在卡脖子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谈的管制的部分，美国暂停实施9月29号公布的出口管制50%穿透性的规则1年，而中方则是呢把稀土的管制啊也是延长为1年啊，暂停1年。特别刚刚讲说穿透式。这个美国出口管制啊，是美国先发动好50%的穿透式规则。简单来看一下，就是在9月29号所发动的。然后呢，这个主要内容是，凡是列为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这些相关制裁清单的实体，或直接与间接持有50%以上股权的子公司，都被列入是出口限制的名单。这个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但这次呢，就强调说，谈得还不错呢，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管制措施啊，先暂停1年。好，那画面上我们也提到给大家看，中方跟美方现在在稀土上面管制上面哈，这个管制内容呢，中方措施是暂停稀土管制1年。然后呢，美方是暂停在这个实施制裁黑名单，刚刚特别提到50%穿透式规则的这个名单上面是1年。好，那涉及的企业呢，包括了稀土冶炼啊，中方这边稀土的部分呢，像是冶炼啊、分离啊、出口企业；美方晶片啊、科技方面呢，则是暂停实施黑名单这个1年的时间。好，那相关的全球市场影响呢，包括现在看到中方还是掌握全球非常强啊90%的稀土加工能力。那现在就是美方不断在追赶。好，这次的川习会哈，现在双方看到最后的结论都是呢，暂停对于对方的一个管制哈，包括稀土、包括科技晶片相关的都是1年。那很多现在分析的看法都认为，总体来看，其实中方这次在谈判上是略胜一筹，因为既延长时间，又拿下了接下来谈判的主导权。左老师怎么看？好，首先我想认为中国大陆赢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习近平的胜利。为什么？因为这会让他在国内看起来很强势，这会让他在国际上呢得到很高的名声。因为这么多国家跟美国谈判，每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是满足美国的需要。没错。那只有中国大陆可以对美国呢叫板，而且呢打得平手。就算你不认为他赢了，他最起码是平手。态势就是平起平坐，没有错。所以我觉得对内对外，习近平都可以宣称他是胜利的，这一点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第二个，我认为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经济上来说最需要的可能不是这个所谓解除对于这个他的一些企业的制裁啊，因为他讲到这个企业是过去已经被制裁的企业，他们的子公司、孙公司只要持有50%以上，那么就列入黑名单。现在说把这个推迟1年，可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关于芬太尼的这个关税调降了10%。对，而且呢，在这个会后，美国还宣布了，如果芬太尼的这个管制有成效，还会再把剩下的10%都移除。这20%对中国大陆来讲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这20%或者10%是涵盖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出口。那么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它现在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青年的失业问题。那这些失业的问题，它其实需要的不只是我们看到这些高大上的尖端科技，它更同样重要的，或者说对于青年就业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过去的这些劳力密集产业。这些其实给养了更大量的这些就业人口。对，那这些其实中国大陆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在全世界的市场来说，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多来自中国大陆这一方面的出口。但是在美国，它尤其在圣诞节前，它如果这个关税继续，它就会丢掉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市场。那现在在圣诞节前、感恩节前，它就恢复了。这个对于他来讲是及时雨啊。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其实可能是对中国经济来讲最重要的。
几乎面子里子几乎在这一次，当然有人说谁赢了面子，谁赢了椅子，可是照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整个总体分析来看的话，中国不但是赢了面子，又赢了里子哈。那接下来当然美国一定不服气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川普回到国内，在这个飞机上面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凭自己的分数哈是打了12分，满分10分呢，这个不会让人意外，因为他向来就是会给自己打很高的分数，但。在美中两强，就是老大已经达成了共识之后呢，又听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他又放话表示啊，他说北京犯下真正的错误，因为美国2年内就能够摆脱稀土的依赖，真的吗？啊，根据专家的分析啊，说美国即使启动像是曼哈顿计划级别的资源开发，至少也得5到7年才能够真正完全替代中国大陆的稀土供应。另外呢，中国大陆这边有4400万吨的稀土储藏量，占全球35%到50%，而中方呢控制全球稀土的加工冶炼分离的能力的比重呢，将近90%左右。某些重稀土分离环节，中方更是达到了99%的控制。所以以此来看，美方估计2年就能够完全替代啊，会不会太乐观了点？林老师。这一边的话，其实我们先回归到刚刚讲的一个川习，这是一个见面。我个人会认为是双方各有所需，那双方都达成自己要的一个目标。对习近平来说的话，其实刚刚左老师提到的这个芬太尼的10%，这是很重要的指标。同样的，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也证明了中国在他的领导之下是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的。那对于川普来说，他到底得到了什么？当然不是他讲的这个120分，这一个他好像这自吹自擂这样。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说，他可以把一些东西带回去他国内。因为我们看他这次其实除了是去见习近平之外，他在日本跟韩国拿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利多的一些消息，不管是这个日本的加大投资啦，或者是我们说韩国什么核潜舰要在美国制造啦，其实他这些东西都是他能够去带回到他国内对他的一个支持度的。所以其实在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个大头2个这个元首对话各有所需。那但是在底下的这一边，一定就会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分析，会认为是说，川普你可能有一点这为了贸易胜利卖掉了这个国安底牌啦，就是说他有点上权入国类似的一个味道啦。可是这边他立刻就用的是什么？同样上谈判桌的贝森特。我个人会认为啦，现在第一个是贝森特来讲，后面可能 Rubio 又要准备出来讲了，就是老大讲的是没问题，我们都很好，他是我的老朋友。可是底下的这一些官员，就是他们要上场的时候，那这一边贝森特他直接就讲说了，可能2年就可以去摆脱这一个美国对中国这个稀土的依赖。但是说实在，2年能不能达到这个东西，不是取决于的东西，倒不是时间，而是你要花多少成本。说实在，今天的一个稀土，你世界上含量还是什么，各地都有。重点不是含量，是提炼的技术。因为提炼的有时候它会有一个高污染，或者是提炼的成本这个问题。所以，与其我美国要自己去提炼，不如跟中国买。相对来说，这一边我可以降下很多的一些成本的问题。那如果今天我要重新去启动的话，要么可能是在越南或其他国家跟这些国家买，或是我美国要自己做。那美国你愿意去付出这一个成本在稀土上面吗？固然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有国防的需求、晶片的需求等等的，让他必须要去做。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这宣布1年制裁，这1年365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老实说，没有人知道。会不会今天的稀土又是另外一个只是谈判的筹码？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贝森特他今天讲这个话是讲给自己国内来听的，因为其实现在对川普来讲的话，他现在在这个外面感觉上这一次东亚行好像外交大胜利，可是接下来他要去面对的是他国内更多的问题。是这国内问题，我们可能等一下还会再讨论。没错，就是在这个关税这个参议院否决了他一些议案，这些东西其实是现在川普才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时候由贝森特放话，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我们讲说在谈判上面的稍微一点弱势拉回来一点点哈，这帮这个老板稍微加回来一点分数哈。所以刚刚林老师也点到一个重点，中美现在比的就是呢，接下来在休兵也好、暂停也好，这1年当中哈，谁能够更快的摆脱对于对方的依赖，谁能够更加的掌握包括科技还有包括矿产的就是稀土的命脉哈，就会是接下来中美2强对决的胜负关键。好，说到刚才有稀土的部分，接下来是科技的部分哈。那当然，川普也证实啊，因为他被媒体问到，他说是我有跟习近平主席呢谈到了晶片议题，
但是并没有涉及最高阶的 Blackwell 晶片。而中方呢，先前我们也知道，它是直接拒绝了美国的 H20 H20，那后来连 B30A 都进不了大陆，无非是在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大陆呢不再屈就美国说要卖出来的这些低阶产品这些低阶货。所以有白宫 AI 沙皇之称的萨克斯呢，就直接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态度很清楚，就是要全力扶植华为。但是这2天也听到了，黄仁勋就是辉达的执行长，他特别也提到说，他也当然很希望辉达的芯片，比如说像是 Blackwell， 能不能够进到中国大陆去贩售？但这一切都是川普决定，川普说了算。所以现在决定权在川普手上。我要问的是，洪老师，你觉得川普会允许 Blackwell 迈进中国大陆吗？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那就如左老师所说，这个其实今天在这个谈判上，到底谁真的赢，谁真的输，更大的是在面子理智上。面子上，习近平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一面。那今天如果川普允许了 Blackwell 晶片到中国，其实它最大的程度上分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他是不是输了面子？然后呢，如果今天川普他允许 Blackwell 晶片到中国，因为我们知道说，晶片可能3年一个世代，6年有在下一个世代的时候，前面 Hopper 可能什么都淘汰掉了。对，它真的那么的重要吗？不知道。但如果今天你掐着敌人的脖子，中国的研发能力，我不敢说他们特别厉害，但他们有足够的人力，足够的资源，我就跟你硬刚。那在这个程度下，如果川普没有阶段性的去开放这些东西，那对于中国去全力扶植华为来说，无疑是什么？无疑是在养虎为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至于说未来美方如果要出口，就是说，害怕他们买来拆解这个问题，这个涉及到整个晶片，其实它整个从它的上下游产业链到水平产业链来说，中国目前有没有办法去囊括这些所谓的先进制程的部分？如果它没有办法囊括先进制程的部分的话，那即便它拆解它 IC design， 它还是没有办法在 NVIDIA 的这些技术上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妥协。所以反用美国技术来反制美国这件事情，会是Trump 在下一步上我要去思考，我要不要阶段性的去让他们放松警惕。那这样也换取时间，他们可以在稀土上面进行一些元素战略的一些策略指导。这样才有可能去执行所谓曼哈顿级的计划，这可能是2个是要交互去参考的一个部分。因为从黄仁勋的说法就是他不断对外的谈话跟态度表达的出来，是他很希望能够把辉达的产品就继续卖到中国大陆去那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因为在先前已经被围堵、被封锁、被卡脖子所以呢不得不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相关的晶片的研发跟突破跟制造，那也由华为带头，他们在技术上不断去突破，所以呢，就算有这个辉达的产品晶片卖到中国大陆，其实是不是量也不需要太多？因为呢，它其实一方面也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自己，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大陆自主生产制造晶片未来的发展。对但这个地方其实比较危险，说少量的卖过去，他们说这个国安科技的问题并不在演算本身。对，那我们这 AI server 它分2个层次嘛，一个是说它的推理以及它的训练。那在推理的部分，我们知道明年2026年，其实辉达为了增加它的 market cap， 它不断的在推 edge computing 的晶片。那在这个程度之下，如果有很好的 pre-train 的这些晶片，就是这些所谓的高阶晶片，那中国在无人机发展的很好的情况下，那他们如果这样更快，其实会影响到国防军事上的一些差异，包含在未来军武的一些开发上面。对，所以如果顺着这个逻辑的话，您觉得接下来如果是川普的话，他会听得进去黄仁勋的建议吗？这得看他能够，我觉得现在其实这是挺有意思的问题，因为跟对，那包含说这样子下来的话，川普有没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川普讲了一句话，他希望制造业回到美国。叶老师觉得川普会听得进去吗？其实对川普来讲的话，他会去考量的，倒不完全会是说听得进去或什么这个什么回到美国啦怎样。最重要的是美国民众对他的支持度。因为其实我自己会认为，现在对川普来讲，他自己最 care 的，其实倒不是什么美国之争啊、关税、美中之争啊，还是什么，是现在国内的失业率问题，还有他的一个党团。这一次我们就看到这一次共和党又有人跑票啦。
所以其实这国内的一些因素，如果他现在没有办法去把他的一个经济或者是民望拉起来的话，之后的期中选举可能就要来了。那这些对他来说，的确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要去会对他会去思考的方向。对，眼下对川普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在美国国内的民意支持度。